今天我們聊一個爭議很大的話題，就是伊維菌素 Ivermectin 能不能治療癌症？有人說呢，它是被掩蓋的神藥，也有人說它是個寄生蟲藥，怎麼能跟癌症扯上關係呢？那麼真相到底是什麼？我們就從科學和智慧的角度一起來看一下。歡迎來到思維健康，健康是我們最大的財富，讓我們一起管好它。我是杨醫師。這個伊維菌素它本來是一种治療寄生虫感染的药，在70年代被發現的，它讓無数貧困地區的人呢免疫受到蛔蟲和核盲症的這個痛苦，還得了諾貝爾獎。近年來呢，科學家發現它在這個細胞實驗和動物研究當中呢，似乎能夠對抗癌細胞。例如在乳腺癌、胰腺癌和腦瘤的這些實驗當中它能夠讓癌細胞凋亡，也就是說自我毀滅。它也可能干擾癌細胞的能量代謝和它這個增生繁殖的這樣一個機制。但問題是了，這些都是在實驗室階段進行的，是在試管在動物身上做的。只有極少数的第一期的臨床試驗在人體呢进行。美國的 Cedars-Sinai 这個醫學中心呢就在做這麼個事兒，他是想看看這個伊維菌素配合免疫療法對這種3陰性的乳癌的患者呢是不是有效。所以呢還沒有任何大型的臨床研究能夠證明它真的能夠治好癌症。當然了，治好呢有的時候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說它能夠对癌症有很強大的抑制作用，那已經是天大的好消息。所以呢，當你看到有人說吃了就能治療癌症，那個說法呢，要不就是一個個案的情況，要不呢就是誇大了。我們的身體它不是一個試管，也不是一個實驗的器皿。試管裡面的藥進到人體以後，會經過肝臟、腎臟去代謝和調節，劑量過高呢，會對神經系統肝臟、腎臟都有毒副作用出現中毒頭暈視力模糊這些副作用。其實癌症它不僅僅是一對这個壞掉的細胞它其實跟我們身體的結構、免疫、環境和情緒都有關係。我們常常注意結構和化學的層面，忽略我們的整體的狀況。那麼在能量層面上來看的話，身體的能量代謝失衡的話，經絡組織長期處於壓力和恐懼之中，免疫系統呢功能就會下降，癌細胞呢就更容易繁殖。在這樣的情況下呢，即便是有些藥物可以暫時抑制癌細胞，只要你的整體的能量和環境沒有改變呢，這個問題仍然會重現的。中醫講正氣內存邪不可幹。伊維菌素呢，它即便是有抑制腫瘤的潛力，但是真正決定我們身體走向的仍然我們自己的防禦功能，就是我們生命力和我們的這個能量的一个平衡的狀態。那麼在靈魂層面呢，人們都渴望出現奇蹟，因為癌症讓人恐懼這個呢我們都能理解。我有一個同學說這癌症呢不是嚇死的就是餓死的他講的話呢有一定的道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特別渴望有一種神藥它反映了我們對生命的一種不安很多人呢他也不是不想治病，但是呢常常因為治療以後會改變很多的生活方式。在靈魂層面上看疾病實際上是在提醒我們可能需要停下來回顧一下我們的生活、我們的內心和我們的身體的真實狀況。所以真正的療癒從來不會從一顆藥開始，而是從我們一個精神上的、靈魂上的一個覺醒開始。那我們小結一下這個伊維菌素的抗癌潛力首先呢，它還在研究階段，除非你有個人特殊的情況你在醫生的指導配合下進行嘗試。如果你符合人家的研究條件，可以參加人家的臨床研究。除此之外呢，在我們整體的方向上，改善營養和腸道的環境強化我們的結構和免疫功能調整我們的情緒和壓力回歸信念和意志这個呢才是一個比較完整的抗癌之路。
异位菌素能不能致癌？目前的答案是還沒有確定的證據，但是呢，科學正在探索。我們不能否定這個探索，但是呢，也不要過於迷信呢奇蹟，也不要呢過於僥倖。歡迎您在留言區分享您的看法和體驗，也別忘了訂閱我們的頻道。您的支持對我們非常重要。端倪世界，守護健康，我們下次節目再見。大家好，我是杨景端医師我行医30多年，看过无数人在健康退化的邊緣掙扎。其實呢，我們不是因為變老了才退化，而是因為退化了才變老。這就是我設計這門抗衰老課程的初衷。我們從人體的4個維度，就是結構、生化、能量和靈魂，重新校準我們的身體啟動我們內在的自癒的力量。不用打針，不用吃藥，我們用中醫的智慧、營養科學和現代研究，真正活出年輕、穩定又有力量的自己。如果您常常疲勞、睡不好、記憶力下降，或者想延緩老化、優化功能的話，這門課呢，你值得擁有。健康是我們最大的財富，讓我陪你一起守住它。